それやっはっはっ料理の時間。みんなは俺が守る。くらえ燃えろ。へっせっくらえ左右ルコ雨描きがたし。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わ。熱々でしょ。話が通じないならオラオラ歌よ錦となれ。この件はわかるかい。みんなは俺が守る。くらえ話が通じないならただ言ってください。さあそれ左右ルコせ料理の時間だ。雨描きがたし。はい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わ。逃げるな。さあオラオラそれ他奥義。この件はわかるか。恐れなくていいさ。罪に向き合うんだ。さあ全力攻撃。少しいいかい。それさあ他奥義雨描きがたし。みんなは俺が守る。燃えろ。話が通じないなら言ってください。それ歌よ錦となれ。この件はわかる。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わ。始めよう。ほら燃えろ。雨描きがたし。歌よ錦となれ。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わ。師匠の技を食らいなさい。グオパー他奥義全力攻撃だ。この件はわかるか。話が通じないなら少しいいかい。料理の時間だよ。左右ルコみんなは俺が守る。せっ雨描きがたし。はっくらえ逃げるな。さあ聞こえたわ。グオパー歌よ錦となれ。全力攻撃だ。くらえ師匠の技を食らいなさい。左右ルコ雨描きがたし。この件みんなは俺が守る。燃えろ。話が通じないなら恐れなくていいさ。罪に向き合うんだ。お手合わせとします。他奥義料理の時間だよ。動くべきだ。全力攻撃だ。燃えろ。師匠の技を食らいなさい。少しいいかい。グオパー他奥義この件はわかるかい。全力
師匠の技を食らいなさい。焦る。少しいいかい。さあ、オラオラ。それ。料理の時間だ。歌よ錦となれ。雨描きがたし。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ろ。逃げるな。オラオラ。さあ、行ってください。紅。视频绝对能学到你不知道的东西。通过这几天的体验，纳维给我的感觉就是，作为一名前台主 C， 他拥有最纯粹的输出能力，无论是强度还是机制都是无可挑剔的，玩起来有一种游刃有余、唯我独尊的感觉，完全符合水魂王的身份。首先了解一下纳维的核心机制，长按普攻可以蓄力。4秒钟后发射冲击波，冲击波持续3秒，造成总计8段伤害，期间会自扣血量，最多扣除 48% 的最大生命值。挂水少女遵循计时器，也就是第1、4、7段会分别挂一次弱水，漂浮过河，范围超大，贯穿护盾，可以穿墙，能够对空，甚至能躲避一些元魔的攻击，强者处处是惊喜啊！战技和大招都是造成范围水伤，重点是会分别产生水滴，战技命中生成3颗，大招直接生成6颗，水滴会保留15秒钟。蓄力的时候，如果周围有水滴，就会自动吸附水滴，减少蓄力时间，并回复生命值，最多吸附3颗秒射。由此可以看出，纳维的输出非常灵活，既能战技启动打短轴输出，也能大招启动打长轴输出。上一个如此灵活的主 C 还是艾尔海森。再看天赋，只要队伍里触发和水有关的反应，就能给纳维的重击增伤。经过测试，这个增伤属于高贵的独立城区，是实打实的10%到60%的提升，所以纳维配对尽量凑齐4元素来触发不同的水反应。另一个天赋鼓励纳维携带奶妈，维持高血量，伤害就越高，但是影响不大。纳维本身自奶能力就很强。天赋加点优先点普攻，优先给普攻一个皇冠，战技和大招就随意啦，反正伤害占比也不高。圣遗物最优选4主影，因为纳维独特的扣血机制，基本上能做到 36% 的暴击全覆盖。其次，4水套各种2+2搭配都是下位选择，主词条选择双爆头、生命杀、水伤杯或者生命杯。经过测试，水伤杯和生命杯差不多，而且我在梦里看到某个歌姬能够提供巨额增伤，未来的生命杯可能会更强。副词条双爆大于等于大生命，出能也非常重要，因为纳维需要开大保证最高的输出，所以建议副词条尽量挖 30% 的出能。武器最优选专武，集伤害与循环于一体。4选新月卡法器，但是战场10秒钟特效就会消失，实战会有一定限制，但先别急，等一下我教大家一个解除限制的办法。剩下的武器里面，我仅推荐大家使用锻造武器视作精魄，以及这个版本会送的活动法器。这2把武器有一定的循环能力，且伤害相对还行。其余武器4凤原点可以弥补一定的暴击，但是特效根本就吃不完全。流浪约章仅有1/3的概率赌中有用的属性，伤害极其的不稳定。其余的武器呢就均不推荐了。
由于天赋的存在，配对优先凑齐4元素。第一选择能够触发封套减抗的角色，首选万叶，然后需要一名提供抗打断的角色，首选钟离。最后我推荐小艾米及后台输出和铲球于一体，能稍微缓解纳维莱特的充能压力。当然，如果你没有万叶，用温迪、砂糖、尼尼特都是可以代替的。而抗打断位莱伊拉、猫猫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当然，你让纳维进蒸发队、绽放队、永动队也不是不能玩，只是操作可能会有点变形。最后，我作为一名宁克挑战主播，强烈推荐新手用这个配对，3名队友目前都能轻松获得，因为尼尼特的强嘲讽，即使队伍没有抗打断，在面对非 BOSS 时也能有不错的生存能力。纳维配合草主、蚕种，再配合尼尼特独特的机制开大优先燃雷，以便触发超绽放反应，这个阵容能打出非常优秀的效果，简直是新手开荒首选配对。接下来就是小技巧时间，大家上手后应该都知道，纳维蓄力射击前后摇非常严重，实战呢难免会拖延输出时间，那就得提到这个有手就行的技巧了。在吸收水滴秒射之前，迅速按住普攻，然后再迅速松手，你会发现前摇时间变得很短，熟练掌握之后，能够大幅度减少无效的输出时间。大家可以再试用你熟悉手感，非常简单的。我几分钟就学会了这个技巧。掌握这个技巧后，提升堪比一个命座。而且就和刚刚提到的一样，如果你是大约卡玩家，按照正常的连招，开大加上重击2次，是必定会战场超过10秒钟的。而掌握这个手法之后，能够在10秒内完整打完一个大招，加上2个重击，甚至还能补一个战绩，提升真的是非常巨大。强烈建议纳维玩家掌握这个技巧。然后是命座，纳维是新时代的命座战神，1命提升极其巨大，直接提供一层天赋，可以多带水系队友凑双水以及充能，且重击期间获得雷神同款霸体效果，即生存、充能、输出各方面于一体。2命稳定提供爆伤，但实际上提升一般。3命普攻加3提升可观。4命为6命做铺垫，6命化身完全之龙，按住左键即可射杀一切，射程之内即是正义。总结，纳维是新时代的强力主 C， 身上几乎囊括了主 C 的一切优点，0命强度就很高，1命称得上超模，非常推荐缺主 C 的玩家抽取。但由于水神在即，我推荐不同预算的玩家按照这个顺序抽取。好了，希望这个视频能让你学到东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好家伙，莱欧斯尼的玩法也太多了吧！莱欧斯尼作为全游第一个兵法，却是个近战的拳击手。操作他每打一拳，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那个男人的身影。输出模式和胡桃、伞兵、萧弓、鸣人类似，都是依靠战技启动。而且莱欧斯尼的冲刺不会打断普通攻击的段数，萧弓都馋哭了。声优撕裂人，经典工兵爆。专武毫无疑问最优，接着往下就是铃铛、四风、厕纸。4星武器中，我强烈推荐赌狗乐章，甚至超过了大多数5星。接下来是重头戏配对。可以这样说，除了冰雷超导，莱欧斯尼能够驾驭任何冰元素配对。首先是融化，拥有优秀的打桩输出，但由于莱欧斯尼的普攻遵循计时器挂兵，会导致倍率高的段数打不出融化。这里就要教会大家一个小技巧了，就是你每次开战绩输出之前，先普攻一下。然后再开启战技，这样能够保证倍率高的普攻能稳定打出融化，伤害也会提高一大截。但班尼特的圈子属实有点限制公爵的攻击范围，所以应运而生第二个配对燃融，小草神和托马持续燃烧，以及随身 buff 让莱欧随时都能开打。但是这里就要注意，因为队伍里没有奶，所以要灵活使用莱欧的天赋强化重击进行回血。既然小草神都进队了，那第3种配对燃融战，即通过水的加入打出逆战方反应，牺牲融化率换取下限更高的种子伤害。实际体验下来，我认为莱欧是目前最适合草心拓的驾驶员。前台能够打出冻结反应，消耗掉多余的水，提高产种率，还能偶尔偷一点融化伤害。而且莱欧斯内有自回复能力，本身也是战技启动，非常的灵活。可以说这一队能打出的所有元素反应都没有被浪费掉。但由于孽障方会自伤，所以这个配对的小草神，我建议带狮驼金破。去深渊测试一下这个配对，画面如此炸裂，不够流畅就难受了。把手机的黑科技全部打开，性能直接拉满，看看深渊实战效果怎么样。即使是满屏的孽战放也能驾驭自如。当然，莱欧斯利的玩法远不止于此。由于是依靠普攻输出，所以永动队的莱欧斯利可以携带高强度的副 C 叶兰。你甚至可以直接让莱欧去打国家队，可以说是初代国家队的增强版了，也是一个非常自洽的配对。我体验了1天，强烈建议灵敏的莱欧斯利玩家使用国家队以及孽战方队，这2个配对能够打出多种元素反应，且非常的自洽，是我非常推崇的2个配对。但是莱欧斯利的配对，我相信远不止于此。我这里抛砖引玉，大家说不定也能研究出更加合理多样的配对。毕竟研究不同的配对是这个游戏最大的乐趣之一，是吧？命座方面，莱欧斯利的命座秉承枫丹角色的高质量，一命直接修改天赋描述，普攻的同时可以额外穿插重击输出，对于融化玩法属于超级巨大的提升，保守估计 30%， 且对于手感以及生存能力也获得了极大的改善。2命类似伞兵，提高大招的伤害；4命提升攻速以及重击回血量；满命化身肉身白金之心，每个重击就是一个核爆。总的来说，如果你是莱欧斯利玩家，1命比专武更值得抽取。以上就是莱欧斯利的简单攻略，我很喜欢玩法多样性的角色，也期待大家去发掘他的更多玩法。那好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雨描きがたし、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わ。熱々でしょ。話が通じないならオラオラ歌よ西となれ。この件はわかるかい。みんなは俺が守る。話が通じないならただ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わ。逃げるな。さあ、オラオラそらこの件はわかるか。恐れなくていいさ。罪に向き合うんだ。さあ、全力攻撃。少しいいかい。そらさあ
歌よ錦となれ。この剣はわかる。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わ。始めよう。ほら燃えろ。雨描きがたし歌よ錦となれ。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わ。師匠の技を食らいなさい。クオパ股間奥義。全力攻撃だ。この剣はわかるか。話が通じないなら少しいいかい。料理の時間だよ。左右ルコ。みんなは俺が守る。せい。雨描きがたし。聞こえたわ。クオパ歌よ錦となれ。全力攻撃だ。師匠の技を食らいなさい。左右ルコ。雨描きがたし。この剣。みんなは俺が守れ。燃えろ。話が通じないなら恐れなくていいさ。罪に向き合う。踊らせてしまった。そうだ。股間奥義。料理の時間だよ。動くべきだ。全力攻撃だ。燃えろ。師匠の技を食らいなさい。少しいいかい。股間奥義。この剣はわかるかい。全力攻撃だ。燃えろ。師匠の技を食らいなさい。焦る。少しいいかい。ほらほら。料理の時間だよ。歌よ錦となれ。雨描きがたし。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くれるわ。逃げるな。ほらほら。いってください。紅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七大罪》这个动漫哦？前一阵子我刚一口气追完4季，突然发现原作手游国服上线了，我正好是兴致最高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下载过来，并打算自始至终不氪金，也就是零氪。我想试试零氪在这个游戏能不能获得好的体验呢？那好，新游戏启动。这个游戏的核心玩法是回合制卡牌类的，操作很简单，主要讲的是战术和阵容搭配。每个上场的角色都有2种类型的卡牌，每种卡牌功能也有区别，大致分为进攻、增益、减益以及反制等几种类型。相同的卡牌碰到一起还会进行融合进化，最高强化至3星。战斗中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能量，买能量的时候即可发动。走一下。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七大罪》这个动漫哦？前一阵子我刚一口气追完4季，突然发现原作手游国服上线了，我正好是兴致最高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下载过来，并打算自始至终不氪金，也就是零氪。我想试试零氪在这个游戏能不能获得好的体验呢？那好，新游戏启动。这个游戏的核心玩法是回合制卡牌类的，操作很简单，主要讲的是战术和阵容搭配。每个上场的角色都有2种类型的卡牌，每种卡牌功能也有区别，大致分为进攻、增益、减益以及反制等几种类型。相同的卡牌碰到一起还会进行融合进化，最高强化至3星。战斗中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能量，买能量的时候即可发动毁天灭地的大招。你看这个人的大招真的是压迫感十足啊！再跟着剧情走一下，剧情也是相当的还原，沉浸感十足。过主线时简直就是看番的享受。当然这个游戏也离不开抽卡，获取新角色最快的办法就是抽卡，福利也是相当的不错。我这才玩了没多久，很快就攒了10抽。抽卡的动画居然也这么的热血，说实话有点小震撼。那就看看第一发10年能出些什么吧。第一发10年就出了个 SSR， 也就是品质最高的角色。瞧瞧我发现了什么，签到28天居然能送顶级人权角色，看来零氪也能获得比较好的体验了。游戏里的关卡也非常的丰富，即使过完主线，当前的关卡也不会荒废，周边还有许多的支线关卡以及隐藏剧情等着你去解锁，可玩性真的算非常高了。就这样，我不断的过主线，过新手指引，把能拿的奖励全部都拿完，抽卡抽卡抽卡，这个保底还是蛮快的。下一发10年又能出金了，看看会出什么吧。这次的抽卡动画居然还发生了变化，无敌的傲慢大爷来帮我消灭了怪物。哇，这是双金吗？哇靠，真的是双金啊！玩隔壁的某2字手游从来没出过双金。因为刚玩这个游戏，我也没有研究太多。总之，先给所有的 SSR 角色装上最好的装备，然后强化一下。现在我的阵容搭配是这样的，虽然也不知道合不合理，但是前期够用就够了，是吧？这个伊丽莎白能让佩奇喷火，看起来好喜感哦。斗士斑能够减少敌人的攻击力，并拥有较强的单体伤害。而团长能够和伊丽莎白发动组合技，直接召唤佩奇的妈妈压瘪敌人，威力果然很大。就这样，前期的每一场战斗我都轻松获胜了。当然，这个游戏的玩法还不止于此，你还拥有自己的酒吧，可以把它当做养成经营类游戏玩。在战斗之前，你还可以借用其他玩家的角色进行战斗。我随便借用一个高等级的角色，战斗速度比之前要快多了。那好吧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体验了半天，这个游戏的福利是真的比较丰厚，零氪玩家也能获得比较好的体验。我也没有干太久，后面或许还有不少的玩法等着我去开启。作为一名因为原作而入坑的玩家，我对这个游戏还是非常满意的。大家也不妨来试试，当个休闲的副游玩玩也是不错的。那好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